在山西运城河津市以东约10公里处，有一座古堡，隐藏在100米深的千沟万壑之中，孤独且神秘。如果不特别留意，外人很难发现。即便是当地人，大多也不清楚这座古堡是建于何时，又为何而建。一座寨门孤零零地悬挂在陡峭的崖壁上，仿佛在向探秘者招手，来发掘这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离开了永济市，我就驾车前往运城河津市。我在河津市体育馆驻车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，我就前往河津市魏庄村来探秘这座古堡。车子开到这里啊，就禁止通行了。刚刚呢，我是把车子放在那一位大叔家，从这里走过去啊，大概还有1.5公里。大哥停下来，让我先过去。这里在施工，搞得满天都是灰尘，一下子啊，嘴唇上面呢都是土。那座古堡啊，就是在这一边了，但是呢，我依然需要走到这上面去，从上面绕过去。有一台大货车过来了，会搞得满天灰尘啊！看看这里的泥有多深，像踩在雪上面一样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太多灰尘了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里还有一整排塌掉一半的窑洞，看起来非常的沧桑和荒凉啊！大家看一下我脚下的黄泥土啊，是粉尘一样的黄泥土，有点像淤泥啊。这个鞋子呢，没走几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终于走过了这一段淤泥般的黄泥土，再来看一看我鞋子的样子啊，哇！变成了这副尊容了，裤子呢也是很脏了。4月底的山西运城啊，已经变得很热了，在太阳底下随便走一走，就一身汗。不过晚上啊，还是需要盖薄被子。上来之后呢，这里需要转一个弯，往这个方向。这道路的两旁啊，是绿油油的麦，都已经长出果实了。到了有一根电线杆这里啊，还要再拐个弯。然后往这边走，看地图啊，就快到了，在这个黄色的小星星这里就是了。我呢是在这个位置，这里啊是有一座破房子，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。走进成片的果园了，这个树啊看起来像是山楂树，但是我不敢确定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山楂树呢？从果园出来之后啊，看到一个个小土堆。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人的坟墓了，因为他们这里啊是不提倡立碑，像这些有碑的都是很早以前的墓了。看到了，就是在那里，一个寨门悬挂在悬崖峭壁上，显得非常的神秘。现在继续往这边走，到了一座四面都是悬崖峭壁的古寨，真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啊。不过非常可惜的是，这座古寨啊，现在只剩下一座悬在半空中的寨门了。听当地人说呢，这里以前啊是有一座小木桥，可以直接通往对岸。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把小木桥一收，敌人啊就很难进攻了。这座古堡具体叫什么名字啊也不清楚，不过古堡所在的村落呢是叫做魏庄村，所以我们暂且叫它魏庄古堡吧。小木桥虽然没有了，但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啊，还留下了一条小路，可以通往寨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走到寨门来看一下。这条小路非常陡，而且两边呢都是有带刺的植物。看来这一面崖壁啊是被火烧过，你看我的手沾了很多
炭灰啊。这座大门呢是用青砖砌成的，不过大门的下方呢已经塌掉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啊像是一座大门悬在空中，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奇特。看一下寨门的大小，看起来呢只能是一个人通过，而且你要上去的话还要双手双脚并用啊，不然的话呢随时啊可能会从上面滑下来。这个大门啊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。我一个手拿着相机，一个手啊要扶着这个泥土，而且特别担心这个泥土啊会松动，连一根可以抓的稻草都没有。这里有一个阶梯，可以用手把这个泥土啊给挖出来，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地方下脚啊。这里还有一个阶梯。上来了，哇！一上来啊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希望等一下下去呢不会太难。现在我双手双脚都是泥啊。我在来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阿姨，她告诉我，这座古堡是早些时候人们躲避土匪用的，具体建造的时间没法确定，但听老一辈人说，他们那一代就曾经在古堡里躲避过日本鬼子，这说明古堡至少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以前两个说我里面其实日本人我从来拿存人往里面藏。哦，就是我们几下位。哦，就是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有过。阿姨说，老百姓手里没有枪炮，为了保护自身，有难了只能往这里躲。不熟悉这地方的人来了，既瞅不见人，又寻不上来。就算找到了，这么小的通道还被堵着，敌人也很难攻进来。下面的人如果破大门，上面的人用棍棒就能守住。因为这里四面都是悬崖峭壁，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嘛，并且呢，这座城堡啊是隐藏在千沟万壑当中，很难让敌人发现嘛。就算是让敌人发现了，还可以用泥土啊把这个洞口一封，那么敌人想进来的话呢，就是天方夜谭了。现在寨子上方啊是长满了杂草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当年的痕迹啊。比方说这个位置就是一道墙基了，说明在以前啊这里呢是有一堵墙。那么寨子的周围啊也是比寨子中间要高出来一些，这些呢就是以前城墙的墙基了。而且在城门的上方啊是有一个高出来的土堆，因为在过去啊敌人要来进攻的话呢，主要啊还是在这一边。在这边的崖壁上啊还发现有2个小的窑洞，看一下这里就是悬崖峭壁了，看样子呢起码有5、6层楼那么高啊。敌人如果想从这边进攻啊，那几乎是不可能。现在走到寨子的尽头来看一下，刚刚我用无人机啊航拍了一下，看到整个寨子的形状啊就像是一艘巨轮啊。这里有很多带刺的植物啊，一不小心呢就会刮到手啊。来到另外一边的悬崖峭壁了，这里呢就没有小路下去了。站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了。看看下面的村子，魏庄村呢就是在这一边。从这里往西10公里处就是河津市的市区，往南就是运城市。看到远处的高山了吗？那里就是太行山脉了。这另一边呢也是有一条土路可以进来，而且在这个沟壑当中啊还有一些散装的窑洞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其实啊是没有水的，所以说如果要在这里躲避战乱啊，其实也躲不了多久，因为能够带上来的水和食物啊毕竟很有限。正是因为在古代不仅有土匪，还有兵乱，还有战争，才造就了这样的古寨。所以说古代的人们啊生活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能够躲到这里面的人呢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。那些来不了这里的人呢，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。站在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。这里是古寨的遗址，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崭新的村落，家家户户是住着宽敞的房子。而在古代呢，人们呢在这里躲避战乱，一家老小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，没有充足的水源，没有充足的食物，心里啊是多么的绝望。现在我打算回去车里了，
等一下走下面这条小路，看能不能走得通。如果能够走通的话呢，从下面过去啊，会近很多。